家好，我是你的宝藏姐姐。今天带大家来参访的是我们老李哥的仓库啊，这个就是你现在租的仓库吗？对对对，来，多大？我跟人家租的800尺。馅儿的。对，之前你不是说你的这个地方是需要一个无尘的一个地方吗？你现在只有凑合了。但是你搞这个锂电池类的东西，镍氢还好一点，这些都是你的，这不是，是人家嘞。所以你跟他们分租的。对，一尺多少钱1000美金一个月。？810、1000美金一个月，1块多一点。那包水电费吗？水电垃圾我都不用管。哦，就这儿。对，也不是这一块儿，这边回头他把那个货清掉。用这个仪器吗？对对对。老李哥，你来美国多久了3个半月。老李哥是个人才，国内你知道吧？我听说是开太阳能工厂的。12年开始弄，16年开始生产，18年就倒闭了。为啥倒闭？没有正经生产，我主要干工程。完了以后工程不行，那个厂子没有资金流再注入，就没再怎么干。您是河北人是吧？对，我是河北人。你来我那儿打工是你在美国打了第几份工？我干的多了。你来美国3个半月，你都干了多少活？你说来我听听。我先干了工地小工，但是发现这个建筑跟国内不一样。我做这个土建，但是土建好多墨西哥人在做。后来我又干装修，干了有1个多月，剩下就是仓库，就完了，轻松一点。我当时我就说，嘿，这是个什么宝贝？这国内又开太阳能工厂的，来了以后正好我 tiny house 坏了，还能帮我修这个房子。我说我这是从哪儿挖个宝？后来你看，说是宝就不能帮人家干活，你看干了不到1个月，这不就要出来单干了，你知道吗？一共是8台设备，这是空运过来了几台，剩下来海运在路上。这个是什么业务？什么个技术壁垒？就是电池用力时间长了，你看我写着安时有测试是吧？这是1.36，这什么电池啊？这叫镍氢，混动车上面用的。普锐斯华人那快递神车，它用力时间长了，它里边不均衡。所以你就专门做这种电池检测？对。这个你在国内就会吗？这个不会，我在国内做过 pack 就等于是组装，但是人家都是新电池，比这个简单多了，道理相同。一边走一边学。你这说的人家放心大胆了，把这玩意儿交给你来做吗？我现在有2个合作的修理厂，没有一个有问题的。我已经换了很多了，它道理是相通的。你只要一个是容量，一个是内阻，给它均衡了，这个不会出问题的。现在跟你合作都是些修车厂，这样？对对，我现在先供修车厂，之前服务过一个就是私人用户。但是这个售后我可能跟不上，有修理厂，比方说售后了，我可以容我时间，他今天坏了，修理厂给他换一组，完了以后，我过个2、3天再去那儿修，来得及。你来美国之前，你还去非洲创业过？我在非洲待了将近3年，包括我去过索马里。那你去非洲做啥？我在非洲最早是开这个民宿，跟一个合伙人，我们一块买了块地。你这干的产业太多了。这个都是随遇而安的事儿，碰上了刚好能拿起来就做。包括这也是。那你非洲民宿生意好吗？民宿我只有14间房，1个月2万块钱有。在非洲哪个地方？我在埃塞俄比亚。那不挺好的吗？那怎么后来又变动了？我们后来不是投资了一块地吗？基本上把我钱基本上都投进去了，但是那个地现在是停工了。我合伙人那边因为国际贸易出点问题，暂时先扔着，那么我不能在那儿等着。所以你就从非洲又返回中国？对，又返回中国，又从中国这又来。你是旅游签证还是走线来的？旅游签，签了签证，我1个星期之内就买票就来了。那你运气挺好，在特朗普这么强压的这个政策下，你还来了。给我面签的是个小黑哥，你当时我说就稳了。那你当时是咋想的？说从非洲一下转向，从一个世界最穷的国家，突然来到世界选择最发达的国家来闯。其实3年前我就想来这儿。去非洲之前，考虑要是在这儿干，会不会产生这种逾期滞留啦？想不到会这么快做起来事儿嘛。我又怕影响我孩子再来这儿上学了，怎么着？所以说先选非洲。非洲等于是个修罗场，它也有很高的利润，当然相对来说风险也高一点。非洲做生意，他们说就怕有命赚钱没命花，会这样吗？有。但是你遵守好它的铁律就行。你比方埃塞俄比亚，你晚上绝对不要出门，那是100%被抢的。那你现在来美国这3个多月，你现在是在转换身份吗？没有，我打算6月中旬回国一趟，去订一些这些新电池。完了以后，这边普遍嘞都是修来修去，有新电池了，可能直接换，不要修了，再开5年10年没问题。新电池，你比方说它多了坏了严重了，我也可以给它换上1、2组，这样也会好一点，维修的质量更高一点。那你6月份你再回来，你只能最多再待半年，那你到时候你还是要面临着转换身份的问题。转换，因为我在国内很早有10几个专利，我想办EB。你还有专利，这是真是人才，什么专利？光伏相关，都是跟
光伏相关的。我现在注册这公司也叫 Solar House， 专利和这个也不相通。对对对，做那光伏厂的时候，因为工程上面挣钱还投入一直在研发，可是所以说做了你为什么不很多专利。到美国来继续去深入的去深耕太阳能光伏的产业啊？我带着2万人民币来的美国，这个东西一共加上路上的花了6万7，都是我在这儿挣来。这是新威的分容柜，电池分容嘞，设备很少啊，我看就这一点儿设备就开始。还有8台，还有负载。但是你这一台你就可以工作了吗？就可以现在运营了吗？一台就可以。那剩下的8台是干啥用的？现在你回头电池量大了，因为现在少，只有2个修理厂没跑。哦。回头我多跑几个，业务量大了，你肯定要跑。哦，可是你8台你一个人能干得完吗？你不是还得请人吗？我把这个一连1台电脑就搞定了，只是来回加换，这一个电池就要跑1个多小时，这是容量低的前提下。那如果说你有这个专利，确实是你办这个身份很容易啊，科技人才。现在不是说都挺难吗？走走看，杰出人才办起来肯定是要比别的东西要容易的多得多啊，而且你确实是有 pass 的，你有专利的这些技术，找一个好一点的律师。而且我的专利基本上有60%，我把东西都做出来了。我们当时做出来的视频，包括是在做出来那个年代发了抖音，因为有时间验证嘛。所以你当时来了跟我说你在河北做了那个光屋是吗？对对对对。那为啥你不在美国做？其实在美国这个项目也很好。我有考虑嘛，我这叫 Solar House 嘛。完了以后就想做这种能源自给自足的这种项目。但是这东西有一个问题，因为加州很热，阳光辐射很强，它不能是国内那种铁的热桥效应比较好吧，它的比热容比较小，一晒就热，那你屋里很闷不能住。所以说，一个要满足雕装，再一个满足太阳能光伏你的延展，因为它面积大了，功率大嘛。内部一个钢结构，外部还得用更好的隔热或者是木头啊，这东西要一点一点来。首先我得把我自己能养住，有闲钱一点点来。其实未来你还是要继续深耕太阳能的这个业务，所以这块只是做出来能养住了，我去阿拉斯加买块地，回头我的光伏小屋一弄我就退休了，这个公司就放出去，给我发个退休金就行了。那你现在这整一块电视，这个能收入多少钱啊？我给修理厂共是300，他们卖500，有卖800、卖1000的，这个我不管。那你300美金你能赚多少钱啊？300美金，我到现在修了17组，大概耗了800美金，房租这些成本没跑。那你其实你这块完全不需要住仓库啊。需要。你为啥需要住仓库？你这个随便家里的车库里就能解决了。对，你比方说这个数字电桥，你比方说一个外用表几十块钱就能测了这个内阻，为什么要用数字电桥？这个东西。1万多块钱，所以说还是干净一点。我在国内也发了电池过来了，也需要一些空间来放那些新电池，还是一步到位，租到这儿挺好。他回头把这儿腾出来，就这一直到他们卸车那儿。你现在是单干多久了？没有1个月，3个星期，3个星期，你现在做了17个，大概毛利能到多少？毛利我就5100减800美金，再抛1000房租算，那也就是1个月不到，那确实比打工强很多啊。我这中间还零碎，我们之前跟着装修的零碎还帮他去干点活呢。在美国干了这3个半月，你这干了这么多份工种，你对美国啥印象？真是老有所得，只要你去干，匹配你合适你的利润都会有的。你当时是咋找到装修的活的？在华人资讯。很多，这活太好找了。我们算跟那个老板处理关系不错，之前是小工，现在给一个中工的钱，我现在一天220。小工当时给着170，去了看着干了也比较好，给着170。大工他那儿是开着260。大工你得电水啥都会嘛？那个不一定，你有一个单项就行。我这个等于是啥都会，但是啥都不算太精，就啥都懂一点。对。那你现在？儿子、老婆咋办？他们也打算做旅游签。你当时去签证，直接你自己签了，你家里人还没签。我是想着他们旅游签愿意来玩，我看看我这个EB，哪怕不跑3年，把它跑下来，尽量不去做那些马娘卡啥的。那你没想说在这儿考个执照啥的？先有了身份，再去想考执照的事。对。现在自己把这个。那你英文好吗？我英文不行。那你咋没想着说利用一下你现在的时间去学英文，对以后的你的业务什么的有帮助？我光伏做出来我都退休了，我还学英文。你这么年轻，啥叫你就退休了？你不才40来岁吗？我之前在国内干活的时候也是说白了扛着铁锹干起来了，一身毛病呢。你看着壮，现在40多岁可能没事，你再过几年我这一身毛病呢。但我看你这干活挺厉害。这个年龄可能还没到，你再过几年50岁，估计这个毛病都就出来了。那你当时是怎么选择来到美国？你就选洛杉矶这个地方？哪儿的机票便宜往哪儿飞嘞？这是。你当时是按机票便宜来选？
对，那你来了你怎么找房子租啊什么的？那太多了。你去抖音随便一个平台一搜，就找这种民宿，问好价格，安排好接机就完了。这个很简单。你说的民宿是指的是华人在这儿租了房子，他往外按每天短租这种家庭旅馆。对，是一个人住还是几个人一起住？你一晚上住多少钱？我一晚上20，我们那一个屋睡着8个人，打呼噜的、磨牙了，反正啥都有。那你现在也是住客厅吗？没，我现在租了个小单间。一个月多少钱？650全包。而且你人生地不熟，我感觉前面来的华人，你去多交流，这个东西是有好处的。你太尖了，你去了那儿是为了去找讯息的，对像那些来得久的比你久的人取经来的，对，所以去住那个家庭旅馆。对，所以你看，这有阅历的人和这个没有阅历的人就完全不一样。而且这个家庭旅馆，安排工作，还帮你安排工作。但是你比方说他送快递他不抽钱，但是你要租他车，你要是租他车，人家免费帮你介绍送快递的活儿，这个不行，给你介绍到其他地方，这个也算一个增值服务。那他帮你租车一天租你多少钱？车保险什么也不用自己管，一个月700块钱。那这样挺好，一个月700块钱其实很便宜，很便宜，你还不用管保险，不用管修，我觉得这个是很合适的。对，包括我现在做这个都帮他去做过救援，你去帮他消一下码，他知道这个车是什么故障，还行。那他没推荐你办身份啥的吗？推荐了，我也得有自己考量。EB 上面还是要多问问，有了自己的认知跟了解，也要做一个自我评估，看看到底是适合啥。这玩意儿咋弄？这么简单？对。那是不是我换任何一个人，我也会搞了？这么简单？对，正负极一加，黑线是负极。你这教会了，以后都来跟你抢生意了。没关系，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小图，现在能养着我就行。找了一个合伙人，也不算合伙，他是有时间帮我干，我这儿有需要了也是对时间，他时间比较多，我就交给他，完了以后我该走，他该做，我们直接对办。怎么能检查出来他有问题？这是店长，他要跑。这个是新的还是旧的？这是旧的。他们那些坏了。拿下来的是吗？对。你就通过这样来检测，这个是好的还是坏的，还是说还剩多少？对，一定要测它的容量。比方说都是2安时，你这一块是1安时，中间这个28块，那么你这个少了，它压降就会特别快。电压不一样了，它就不行。一报警报故障码，你车有可能就动不了。专门的软件有。你跟咱们修卡车、叉车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原理，一样的原理，电池都是一样的原理。我为什么说我之前是只做过派克，我能做起来这个？在国内做派克是吗？对，我现在给它启动，怎么充完搁置几分钟，怎么放是吧？你比方说我从第一步开始执行，我只要点确定，那边灯就亮了，它就开始只有那一个灯亮，因为我操作那一个，完了以后它就开始测容量要跑，先给它放空，电池回来，再给它充，再充，要跑2遍，是它真实的容量。我小电流慢充啊。那得整个过程多长时间？容量小1个多小时、2小时，容量大，你像有3点几安的电池，那么就得3、4个小时。我经常是下午，比方出去帮人家干活去了，晚上回来我把机子一开，第二天早上起来我早点来关掉它，把数据一记。白天去帮人家干装修，晚上回来干这个，搞了个兼职，所以基本上2、3个小时，300块到手，差不多。那你这一天吓人了，你要是全部都忙起来，你这台机器可以接8个，对，是吧？8个，但是我为什么要买8台设备？因为它这一组电瓶都有像这样的28块。我如果说8台设备都来，一个8个64回头我就检测的很快。这个设备贵吗？这个设备1万多块钱一台，人民币。对，1万多块钱，精微嘞，这个在国内算是业界算是比较有名了。但是电压这些跟美国这些匹配吗？像这些机器？它是120伏嘛，我自己改。你还会自己改电压？它是有2根线，2个120。你是改机器还是改仓库的电压？改仓库的电你自己改？对。房东同意吗？同意啊，我只不过是用了它2个火线，把2个火线并到这一个插座上了。你把机器改到了240？对。这个机器国内不也是200几吗？国内是220，但是110它用不起来，这边的120的电压它用不起来。但是仓库里面的电压一般都是200多的。这个插座没有，那边有。那边有200多。我整个改线过来，我算了算，我得花1000多美金。那以后我那仓库改电就靠你了。没问题。不是，这边请人改电好贵的，你知道吗？特别再加个执照，那更贵了，报价。你要不需要执照是吧？那东西我帮你改，改完给你测好，保证你不出问题。我是认识了个宝藏的老李哥是吧？你这8台机器整满了以后，你这一天啊，撑好几千美金
往上走啊。希望未来一夜暴富啊，指日可待呀。之后你就不止8台了，你可以整80台，排这儿排一排，真是。那个不用，不用很多。其实检测里就有这8台就够用了。不管量多少，你这8台就够用了。对。往后主要你新电池来了，还是主要是新电池这个东西做一个维修。其实当时8台就买多了。你当时跟我说你要整一个无尘空间来测电池，那个是什么意思？主要是为了这台设备叫数字电桥嘛。主要是个什么原理？它这个东西因为这个里边很精密，尘土里边本身有各种元素，你尘土积累多，怕损坏这个。厂里下边就是环氧地平。这个也是测这个电池的吗？对，也是测电池。这个是内组，匹配一个组。有的电池看着它有容量，你慢充可以，快充进不去。它那按你说这么简单，为什么修车行他们自己不搞一个检测，还把这钱省了吗？有的修车行有，但是他们可能说没在这个行业里边待，他们买的设备就是那种电池修复仪。这个电池化学类东西，它到了老化阶段了，哪有修复了？你这个设备又没有什么技术壁垒，那不可能是只有你一个人知道。那开修车行的人谁不知道 ？ChatGPT 一问，不就出来了吗？中国买啥。ChatGPT 包括豆包，包括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电池的阈值该充多少，该放多少。豆包问出来是个数据 ，ChatGPT 是个数据，你说信谁？最后还是问了业界的人才知道它的阈值是多少。我充要充到多少，放要放到多少。哎，这是瞎胡扯，他们。你要是问点简单的问题可以，你这个东西他们问不出来的。就是专业的问题还是不行。对，说还是说要有经验，这个行业才能做，不是说我不懂，我就光买2台机器来插着就能干的。因为每一种电池它的阈值不一样。你比方说，我现在要测3.2的锂电池，那么又是一种测法。那这个是所有电池都能测吗？你这个只是普锐斯的，还是说都可以？20伏以下都可以。特斯拉不行，特斯拉是18650这种电池。特斯拉这种小东西来测，比方说像我的特斯拉，我刚刚买的时候，我充到80%是可以跑280迈，但是现在2年过去了，我的车现在充到80%只能跑220迈，这个情况下是不是就是电池容量变小了？对，那应该要怎么办？那咋说？你把它低到一定的值，你只有是换这个东西没有修复，只有换。它不可逆的，用更专业的充电器充，更好的去保养这个电池，延长寿命。只有是这个，咱们手机充电你知道吗？知道。手机充电有了充电了以后，屏幕跳码纹波，那叫电里边的纹波。你用这种不是很好品牌的充电器，不是特斯拉的充电器，那么就会影响它的保护板。所以说建议要保护电池，还是要买原套的。对，原装的啊。你包括苹果手机也是这样，最好是要买原装的充电器这种。对。那你特斯拉怎么了？普锐斯那还有啥你能检测？你像我们前段时间修了一个叉车电池，没有让我们检测。只是说它电池没有电出来了，他不知道是什么故障，我们就去那儿给它拆开，当时就用了个万用表就检测出来了，没有上专业设备，它有几块一点电没有了，电池彻底坏掉了，给它做一个更换。但是像你说的，你电池你唯一的办法就是换，那能维修啥？你比方说这一组普锐斯报故障了，是因为它不均衡，我找出来它容量低的那一组。换上我来给它换上，不用一组的换其中的一个。对，主要就是做这个。对，你要是整个一组的换新电池，在国内就2万人民币。你要到在这儿，我感觉得，你像美国人也是旧的，质保2年就1800美金，这个修一下，修理厂好像500块钱。别的，比方宝马也有电车，奥迪也有电车，就其他的车型也有电车。小的可以，我们现在大的像特斯拉这种整块的电池，纯电动的这种，我们做不了。就是混电的可以，像塞纳有混电的。对，电池它能通用吗？普锐斯和塞纳，比方说不通用，一样，我都能给你检测。我这个是在20伏以下，一般电池没有超过20伏。它可以检测所有品牌，只要是小的电池都可以。对，一般电芯没有超过20伏的。我这个东西从国内过来3倍的利润，100块钱能卖300。你这可以啊！你这还出去给人家打啥工？你得挣钱，不挣钱怎么去发展？没钱就2万人民币你。我听说你国内还欠账的，你当时跟我说欠。你国内欠多少钱？我还有400多万。你这钱是咋欠出来的？我们之前房地产做工程，1000多万的工程，结到我们手里边连40%都没有。还不加这个活所有的签证。说什么类型的工程？我是土建出身，盖房子我是砌砖那种，或者是整体现浇那种。我们跟房地产干的是最复杂的原件，里边单项是最多的。所以1000多万结了多少钱？
结了有个300多万，再加上变更跟图纸不符这种签证变更，一个没认，签证变更还有200多万，那欠我们800-900万。那现在钱一分要不回来了？我在打官司打算告他的时候，我是排2800多个官司，2800多位，也是为维稳或者是怎么着。就要去指定法院，指定法院排2800多位，我问律师，律师说你大概排到13年之后。我说拜拜，撒由那拉。那你告了他了吗？现在没告，就没浪费律师费。对对。你结了300多万，那你欠的这400多万是从哪儿欠出来的？我们按说工程款还有800-900万，我们真金白银的垫进去了，好多是朋友，有一些是银行。人家不是说很多说国内欠了账跑出来就不还了吗？我为什么给你要工资要那么每个星期给该打钱打钱呢？我一办理公司我就全部拿回去还账。对，还有朋友的钱也还。对。所以老李哥是一个实在人了。你现在还欠银行多少钱？银行有个不到100，剩下大部分是朋友。我听说你以前非洲你还欠人家工人工资，就是弄酒店，算在这400多万的外债里头了吗？对，算在里边了。那你打算2年把它全部还清来美国？这个电池我做了个预估，一年100万我可以做，营业额。美金。对。那你1年就还完了你的外债？你算算我300%的利润，我多长时间嘛，是吧？半年就还完了。对，但是这个东西是，首先我有能力只购买500块这个小电池，我要过来了以后，我可能刨了一定的费用，我再去买1000块，这种倍增式的。但是这中间有2个月的孕期，我只能是把我挣出来的钱全部投入了，因为账一开始还，直到开始还了，那么都要了。我一开始1个月还1万，现在要2万3万，要往上蹦。我不知道多快我能周转到每2个月到货，或是每个月到货能周转到这100万，在这儿100万没问题的每年。那我给你投资啊？可以啊，半年就能干到100万，我给你投。你运到你那儿，我每拿一组，咱们说好利润，我每拿一组给你交多少利润，不就完了？这不是很简单吗？马上很快就起来了，不然你再滚到猴年马月。可以，路子我都跑通了。你也可以看看，你去Facebook上看看，它这一块电池，而且它不标注容量，它卖多少钱？包括eBay也有，你就知道这里边利润了。咱们这一广播出去，明天洛杉矶突然发出100家干这玩意儿的，太吓人了。这东西还是有一定技术壁垒的。同行，我说他可能能听懂，不是同行，有些东西是听不懂的，就是他半懂，他拿去干，也要走很多弯路的。对。所以再一个，有人愿意学，找你去了没事，这个钱不是自己一个人能挣的。咱们得扩大团队规模，是这个意思吧？对。老李哥就一看就干大事儿，这心胸是吧？怕的是有心人。你说你怕了有心人，你能挡住人家不干吗？不如说，哪怕他什么都知道了，他自己去干。咱们做个联盟。咱们这个联盟是你要保住自己的价格，不可能，那华人都卷价去。咱们这儿教了他，你300，我就非得250。咱们教了他这个东西，你最起码好说一点，比人家自己琢磨出来要好说一点。就跟一个专门的这样的，从今天开始招徒弟是吧？商会啊，或者是怎么着嘞，是吧？遵守我们这个价格规定，不要去自己砸自己盘子。咱们该挣的利润咱们挣，咱们不该挣的也不要去坑人，也保证质量，是吧？这些东西要约束好。非常感谢我们今天老李哥跟我们知无不言，跟我们讲这一个这么小众的一门生意。大家听好了，招徒弟啊，有想要学的可以联系我。谢谢大家观看今天的洛杉矶街道办，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